是一场中国金融史上的中原之战。赢家们瓜分了一笔90年代的70亿，但是30年之后，他们的结局是跳楼、枪毙、入狱、逃亡和死刑。这是一场巧合，还是一场注定的命运？今天我们就来破解这场327亿赢家诅咒背后的密码。首先，让我们回到金融史上最惊心动魄的24小时327国债事件。说实话，每次回顾这件事，我都觉得比任何商战电影都来得刺激和残酷。那感觉就像是一群绝顶聪明的人，在一个规则还不太完善的赌场里进行一场押上全部的豪赌。简单来说，327就是一个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的代码。当时的背景是通货膨胀挺厉害的，为了不成大家，财政部给国债加了个保值贴补率。这玩意儿每个月都可能变就成了多空双方博弈的焦点。空头的总舵主是当时号称证券教父的管金生，他执掌的万国证券如日中天，他判断国家能控制住通胀，这个贴补率不会太高，所以押上了重注，拼命做空。而多头的主力来头更大，是财政部亲儿子钟金开。市场上普遍流传钟金开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提前知道了贴补率会大幅上调的内幕消息，所以这场对决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市场判断的分歧，更像是信息不对称的降维打击。大战之前，双方都已经积累了天量的仓位，火药桶已经堆满，就差一根火柴。1995年2月23日，这根火柴来了。上午，财政部公告一出来，贴补率果然大幅提高，远超管金生他们的预期。国债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冲，这一下，万国证券瞬间浮亏几十个亿，直接到了破产边缘。更绝的是，原本的空头盟友辽宁国发集团一看苗头不对，立马如震倒戈，反手做多，又把价格往上推了一把。这简直就是给管金生背后捅了致命一刀。到了下午收盘前最后8分钟，被逼到悬崖边上的管金生做出了一个疯狂的、足以载入史册的决定。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，在缺乏足够保证金的情况下，用惊世骇俗的手段透支，抛出了天文数字的空单，硬生生把价格给砸了下去。这一下，市场彻底懵了。据说当时交易大厅里都有人晕了过去。这8分钟，与其说是交易，不如说是对市场规则的践踏和破坏。但魔幻的剧情还在后面。当晚，上海交易所宣布，最后8分钟的交易无效。这一下，胜负瞬间逆转，万国证券从险些翻盘变成了彻底出局，巨亏收场。管金生后来也锒铛入狱，而钟金开和他的盟友们则成了这场大战的胜利者，一夜之间瓜分了巨额利润。像魏东、刘汉、任宝景这些日后名震江湖的资本大佬，都是在这一战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不过朋友们，这才是故事的上半场。这场胜利就像一道被诅咒的黄金，看似是命运的馈赠，实则早已标好了价格。那些在327事件中一夜暴富的赢家们，在此后几十年里，命运一个比一个诡异，几乎无人善终。那么他们具体的结局如何呢？我把他们分为了几大类。这第一类啊，我称之为权力依赖型的选手，代表人物就是魏东以及他背后的钟金开。钟金开是什么来头？财政部的亲儿子，根正苗红，属于规则制定者身边的人。在327事件里，市场普遍怀疑他们之所以敢下重注做多，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保值贴补率要大幅上调的内幕消息。这就好比打牌，别人是靠算牌，他直接能看到底牌，这一牌还怎么打？魏东当时作为钟金开的交易员，也跟着大赚了一笔。据说2个亿到手，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但问题就在于这种钱赚得太容易了，会让人上瘾，形成致命的路径依赖。钟金开后来在资本市场继续玩他那套手眼通天的把戏，什么长虹转配股、违规坐庄、东方电子和银广夏，每次都想着利用信息和权力优势去割韭菜。结果呢，玩火必自焚。最后在银广夏的惊天造假案中彻底玩脱。2002年被央行直接撤销，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。魏东也一样，出来单干后搞了个永金系。他的打法非常聪明，被称为盲点套利，就是专门寻找制度转型期的漏洞去赚钱。比如低价收法人股，参与战略配售，背后也离不开他父亲在财政部的人脉资源。他的生意经核心就是傍权力，可权力是双刃剑啊，你能靠他发财，他也能把你反噬。2008年，他的靠山副行长王某倒台，魏东自己也深陷调查，最终在北京的家中一跃而下，结束了年仅41岁的生命。所以你看，依靠权力寻租建立起来的财富大厦，看起来富丽堂皇，其实地基是沙子做的，潮水一退，或者说靠山一倒，瞬间就坍塌了。魏东一书里说的外部环境压力，懂的都懂。这第二类呀，就更野了，是江湖草莽型的大佬，代表人物是袁宝景和刘汉。这2位老哥是真正的草根出身，在327事件里跟着钟金开喝到了汤，也都赚了几千万。
但他们发财之后，并没有想着怎么把生意做正规，反而把资本市场的那套玩法带到了线下，用江湖手段解决商业纠纷。袁宝景后来成了北京李嘉诚，但一次期货亏损，他怀疑是刘汉在背后搞鬼，居然直接雇凶去杀刘汉，结果行动还没成功。这还没完，后来他怕办事的手下敲诈他，又想把手下灭口，这一系列骚操作下来，最终把自己和3个兄弟都送上了断头台，成了中国第一个被注射死刑的亿万富翁。而刘汉呢，故事更传奇，他建立汉龙集团，身家几百亿，到处捐钱做慈善，是着名的四川首善，但背地里呢是涉黑组织的老大，杀人放火的事儿没少干。他因为结识了某个超级官二代，反过来把想杀他的袁宝景给送进去了。你看这剧情是不是比狂飙还刺激？但江湖这条路进去就出不来了。随着他的大靠山周永康倒台，刘汉自己也很快完蛋。2014年因涉黑、故意杀人等罪名被枪决。所以咱们看袁宝景和刘汉他们的命运像个死循环。袁宝景想用江湖手段干掉刘汉，刘汉用更大的权力反杀袁宝景，最后两人都死于非命。这充分说明用非市场的手段获得的财富，最终一定会被非市场的力量摧毁。你想靠暴力解决问题，迟早会遇到比你更暴力的人，或者代表最高暴力的国家机器。除此之外，327事件中另外2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，他们一个极度高调，一个试图隐身，但最终的结局却惊人的相似，那就是谁也没能逃过命运的审判。他们的共同印证了那个道理：出来混，迟早要还。先说说这位投机炫富型的典型，上海滩曾经的风云人物周正义。他的人生陷入了一个诡异的循环，高调炫富，出事入狱，出来继续高调再进去。2004年一次，2007年更绝的是，人在牢里坐着，早年买的香港房子还暴涨，让他躺赚了几十亿。2020年他出狱后，立马染了一头金发，带着名表，抽着雪茄，大办生日宴，还请来一众知名主持人站台，结果又把人家给连累了。说完这个，恨不得全世界都认识他的，我们再来看一个拼命想让自己消失的戴学民。戴学民在327事件中是中经开在上海的直接指挥官，绝对是核心人物之一。事件后，他感觉到风声不对，在2001年选择了很多人想象中的终极退路跑路。他一路辗转香港、韩国、美国，最后躲到了英国办了假护照，想彻底人间蒸发。但逃亡生活真的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潇洒吗？完全不是。根据后来的报道，戴学民在国外过得相当落魄，只能在证券公司打零工，在图书馆整理书籍，收入微薄，妻离子散，完全没有了当年资本大佬的风光。更讽刺的是，2015年他可能觉得10几年过去了，风头已经过了，就悄悄用化名的护照潜回国内。结果怎么样？他刚一脚踏进安徽合肥，就被守株待兔的执法人员逮了个正着，成了天网行动下第一个被抓回来的百名红通人员。最终被判了6年，14年的逃亡生涯以这样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画上了句号。所以大家看周正义和戴学民，一个拼命刷存在感，一个拼命想隐藏自己，走的是2个完全相反的极端。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周正义在监狱里度过了人生中宝贵的16年，戴学民在国外颠沛流离，14年后依然锒铛入狱。他们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。而在这些人之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人，那就是宁财神。宁财神本名陈万宁，在327事件那会儿还是万国证券的一个交易员，但和管金生那些大佬正好相反，他在这场大战中是个失败者。他负责的席位巨亏了7000万。此次他认识到自己不是玩金融的那块料，于是他被命运一脚踢出了金融市场，迫不得已转了行。他后来干了啥？他写了《武林外传》，这部剧当年火成什么样，不用我都说了吧。一个亏了7000万的证券交易员，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顶级编剧。他也是整个327故事里第一次让人感到因祸得福的反转。他把自己对金融市场、对人性贪婪的理解都写进了《武林外传》里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剧中那个赌神老太太，她说过一段特别经典的话，我觉着这就是宁财神用7000万学费换来的血泪感悟。赌就是赌，没有大小，赢了的还想赢，输了的就想翻盘。只要上了赌桌，不玩到倾家荡产，谁也别想收手。你品品这道话，这哪里只是在说赌博，这分明就是在说327事件里的每一个人，也是在说人性深处那种难以克制的赌性。宁财神自己是过来人，他太懂了，所以才能借角色之口说得这么一针见血，这让他故事的深度一下子就上来了。然而命运最讽刺的一笔还在后面。就当大家以为宁财神已经完美上岸，找到了人生归宿的时候
2014年，他因为吸毒被抓了，还是在追求短期刺激的赌徒心态在作祟。所以说，327世界这些赢家的所谓诅咒，根本不是什么玄学，而是人性贪婪在制度进化面前必然的溃败。他告诉我们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对市场怀有敬畏，对规则保持尊重，才是能够走得长远的最基本的智慧。那些想走捷径的人，最终往往会发现自己绕了最大的一段弯路。